0.25它也有1/4的意思，所以其实像我25岁，结合我的经历和我现在的视角，我看到的东西，我的感情观是什么？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吧，对于爱情这个概念是什么样子的画面，他想象的是什么样的？这个专辑因为分4次发，它也代表着这个专辑的1/4在慢慢的释出，它也是被分成了4个不同的阶段。因为这张专辑最早策划的时候，专辑的名字啊，专辑的整个想法都是他提的。那专辑跟单曲不一样的就是专辑你从第1首、第2首、第3首、第4首图它的顺序，和他每一首歌递进要表达的那个情绪都是有要设计过的。他自己就特别的有这个想法，包括他专辑当中写了很多歌，然后也收了很多歌。因为我这个专辑是整体是讲那个爱情的一个过程嘛，0.25。对，我又不希望我给到的是一个高开低走的感觉啊，所以对于整张专辑来说，他其实可以算是这一整张专辑的一个制作人。到了被催婚的年纪，少不了相亲的回忆，有房有车，还等什么？快走个流程会让我分心了。师傅，什么是爱情？这个最早的初步的样子是大概1、2年前，我一直想写摇滚的歌，它的主题就应该是一个情绪发泄，所以慢慢的后来也是聊到说，我们要不写一首劝分的歌吧。更多一层的理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这其实都不是自己的主业，我忙我的事业，然后我去应付你这些相亲，只是在分心。只是在应付。等一下，那个飞机安飞进来路路看，如果听起来是顺的。因为我觉得本来我就觉得烦心可能就是没我觉得真心比烦心要那个听起来会更顺一点。要，而且有意思一点。最开始这个歌名就是分了吧，但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再炸裂一点的名字，我就想到了这个网络梗。师傅，什么是爱情？师傅，你相信爱情吗？不车上200。我作为那个师傅的话，你来问我什么是爱情，我哪管得了？我又没法左右你的爱情，就是一个很现实又很无奈的一个现状。嗨，我来了，踩点来，我是卡点大王，3连整。是我想过，要不是如果在里面加一段有点像美声一点的那种哼唱。你一会儿这个是那种那种感觉，然后最后的那部分的那些副歌的，就是要给你填上，就是要垫那个和声，就想垫那种很大阵仗的那种。我觉得以他的年纪来说，是我见到过就很少有他这个年纪能有这么多很具象的想法的。比如就是说我这首歌当中要加一个什么乐器啊，这里我想怎么唱，这里的设计是怎么样子的，这里的和声应该是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沉默的保护色，我该如何转折？隔壁行星恋者，他的灵感来源于我的一个朋友，他的一段感情经历，就是他跟他的那段感情的一些拉扯，作为一个旁观者清吧，算是能够把它写到这样子的一个歌里面来。他们的可能是面对爱情和一段感情当中，他反而会有一种没有办法去接受，没有办法去承受，他需要去把自己关起来了。你要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就会跟他说，那他就是不喜欢了呗，他就是不想理你了，他就是不爱你了。但是作为当事人，他就是很矛盾，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对我？心里很纠结、很反复、很矛盾的一个活动。第2趴，他就是进阶去说，那感情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可能爱是什么，爱情看不清，就是因为有一个词叫 love is blind， 在其中的时候，它是迷失自己的，是迷茫的，是你完全看不透的。没人和宇宙汹涌的海啸吞噬了孤岛，骇人的浪潮卷起着
上中学的时候，我干过的事儿就是，他要高考的时候，我给他写了一封那种加油信，然后还匿名写的。就我觉得喜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嘛，不一定说你们要在一起还是怎么着的，但是作为一个表白，就是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很值得人喜欢的，你是很优秀的人。可能你会甚至觉得自己，可能甚至就是压根儿不配拥有快乐，但是你深陷其中，你就是无法自拔。你璀璨闪耀，我左奔山腰，对着你呼喊。大家知道我喜欢喝美式去冰，我就在飞机上看着这杯美式去冰，我说我来写一首歌，我写什么呢？我写美式去冰吧，因为有身边的朋友们说很想再听到我写一首像喜欢你那样子的甜甜的歌，我觉得哎挺好玩的，因为甜甜的歌美式去冰是苦的。隔着屏幕安慰自己，至少手里还握着一杯美式去冰。我总想在这个专辑里面写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希望能够通过一件物品、一个故事，怎么去把它串译成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情观的一首歌，对，能够稍微带一点自己的小心思在里面。介绍一下，就 J-pop 就是说甜过头了就是这样子，倒也不是甜到上火，甜到上火，就是他并没有追到那个人，但是这个过程还是很甜蜜，还是很美好。Walking down the endless city, I'm wondering where you can take me. Your soldiers may be chasing, feel like we'll be there. There's someone out there trying to reach me. 对，翠城这个歌我之前也说过，是很久以前在中学的时候一开始有的雏形，因为它其实讲的也是就是一种迷失在感情里的状态，去写的更像一个真的就是《绿野仙踪》里面的整个的故事线，把它放在一个现实的一个爱情故事里面。我掉进的那个奥兹国，是不是就是掉入了一个爱情的梦境里面？然后我在里面被女巫追赶，我去走那个黄砖路，我想要回家。其实是不是我的潜意识在想要唤醒我？那么第三趴就是说到了道不明，因为你讲到了你看不清它的本质，你很难去表达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说什么，或者是在沟通之间总会有一些擦枪走火。倒霉遇上你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情侣之间的这种欢喜冤家啊，或者是吵吵闹闹的一个剧情。歌名要改吗？当时在写词儿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电话是块砖嘛，宝贝扔了吧，不用接。为什么第一句写了这样的一句词呢？因为当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情况，樊老师比较忙，然后你一去网上一看，什么骑行旅游啊什么，我说好家伙，有时间骑自行车，没时间回微信，没时间写歌，是不是？其实你要放在一段感情里面，其实也很成立，所以就有了这个灵感。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现实，但是又很好玩的一些词，我就是很喜欢把它们用在我的歌里。喜欢之前的那种。之前那种 ，OK， 我觉得太猛了一点，有点 too much， 对吧？对 ，OK， 然后你就小一点。好。然后我就赶紧跑进去，说来你再录那个。这世界不是贝果，为什么不是贝果？我就突然就说，然后我身边的小伙伴我说你没看到杨老师你唱那句话的时候，他脸都绿了。世界不是贝果，为什么不是贝果？我也不会为了。现在有了，应该听一下啊。我们电竞酒店里看了一晚的瑞克莫蒂，这世界不是贝果，为什么不是贝果？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可爱贝。在这个之后，把这个战火又升级了以后，就到了《情场现形记》，它就是一个比较血腥、更暴力的一个画面，它整个歌就更加的剧情化，很戏剧化的感觉。它是有一点那种，就是我其实刚刚在飞上听，然后我脑子里面其实是演唱会的时候要做的东西，就是那种比较 drama 一点的那种感觉。演唱会会唱吗？
得唱啊，这歌当然得唱，这歌我都已经想好，得有伴舞。这个歌应该算是我录的最久的一首了。这首歌我真的是录一会儿出去得喝口水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录。你要是觉得最后一句话觉得你怕嗓子那个累，你可以躲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单独录这一句，这也 OK 啊。OK。因为这个歌是真的，大家也能听出来，这个歌是太难了，真的很难。有没有录一首歌录这么久了？哎呀，还得分开还亮呢。我本来想着这头录了太黑了，不见真。哎呀，头还受伤了。感觉你整个人拧起来，然后颤抖，然后伤痕累累，但是又还，就是有那么一把劲儿，还要让自己在涅槃重生的那种感觉。你知道这首歌很适合就是那种歌唱比赛，我们刚才说拿去就是参加比赛、战秀那种，去秀唱功的那种。对。Don't wanna be alone， 寂寞不是爱的借口。Don't wanna be alone， 渴望被。再后就是可能一段感情在它的结尾的时候就会有 Don't wanna be alone， 你可能只是因为你不喜欢孤单的自己，你可能只是希望有一个陪伴，就是又回归到了这个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整张专辑到这儿，它就是一直在抛爱情到底是什么，就是可能我10首歌下来，我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准确的答案。到了最后，就叫做它的结局。那这个结局，它是一个打问号的一个结局。最后2首歌了，其实还挺重要的。所以当时找歌的时候，一直发了很多 demo， 我都觉得，哇，听到耳朵起茧，我就觉得，哎呀，就差一点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比较幸运的找到了最后2首歌。今天来干嘛？美食嘉宾。去呗，来录音，来录专辑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叫《旧身份》，很 emo 的名字。旧身份忘了算什么？旧身份这个歌，它你一听你就觉得很影视，可能秋天落叶的树下，然后2个分了手的人突然又擦肩而过，然后就是突然那个时候就慢动作下来，然后我还听说，就那个时候突然就非常的影视有画面感。旧身份的话，其实反而是想把它往一个，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打榜歌上面去做，大家能够在 K 歌房去尽情的释放自己的那个一些情绪的一个方向做，所以整首歌出来的也是一个比较伤感的，但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抒情摇滚这样子。你俩进去吧，我这儿挺齐的。行，车了，好恶心。好的。有5个人来接。哇哦，大阵仗干什么？你的录音哎。麒麟在演唱上，它是有很多设计，不同于我之前给 demo 的设计，所以他其实在这几年，演唱经验上获得了非常多的新的内容，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他对作品的理解和演绎变得更深刻。所以这里面也是分成了2个部分，2个可能性，一个有点可能是互动式结局，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是要成为旧身份去结束这段感情，还是别为难心性，放过自己，去打开新的可能性，去走向不一样的一个人生体验。所以就是整体这个专辑下来0.25，我们过了人生的1/4，有时候可能感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占1/4。0.25它就是一个，它甚至是一个进度表，你对0.25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对，可能有我没有想到的东西。发情，
耶，录完了，专辑录完了，家人们。就是一个今年的10首目标完成。我们等这个发了，就等明年吧，明年再带新的作品出来。耶！期待期待。下班。